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下什么样的纽约房产是适合投资的。纽约房产的种类还是非常多的，所以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是住宅类的房产，因为这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涉足的领域。至于商业地产，我们今天就先不谈。首先，关于这个房产的类型，一般来说，house 就是独立住宅的投资价值要比公寓要更高。house 当中，这个多家庭的房产的投资价值又高于单家庭的房产，house 的投资回报率会更高。我们先抛开房价不谈，投资回报的关键就是要看租金的回报。每个月的租金减去维持的费用，包括物业费、房地产税和房屋保险等等。扣除了这些费用以后，就是你的纯租金收入，再乘以12个月，就是你的年租金的纯收益，再除以房价，就能得出租金的回报率。如果想提高租金的回报，主要就是要提高租金的收入，同时要减少维持的费用。house 的租金的回报普遍高于公寓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house 没有物业管理费，而公寓一般都会有这个物业管理费。这笔费用主要是为了覆盖大楼的人工成本，比如说门卫、公寓的管理员等等，他们的工资就是从物业管理费里面出的。还有一些公共设施的维护的费用，也是来源于物业费，比如说游泳池和健身房等。在纽约，一套公寓的物业费通常是每平方尺1到2美元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一套1000平方尺的公寓，每一个月的物业费大概是1000到2000美元之间。如果这部分的费用不需要支付，那么租金的纯收益就能高出许多。接下来我们谈谈 house 的类型，它分为单家庭的房子和多家庭的房子。这两个的区别就是房子里面有多少合法的厨房。如果是2个厨房以上的房子，那就属于多家庭的房产。如果只有一个厨房的，就是单家庭的房子。所以多家庭的房子往往投资的回报会更高，因为你可以把多余的单元出租出去，来增加租金的收入。在纽约，对于很多的华人来说，买多家庭的房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很多人选择自己住其中的一套，把其余的套房出租出去，这样子就可以以租养房。有的时候租金甚至能够覆盖贷款和房产税，特别是在纽约华人的聚居区，比如说像皇后区的法拉盛以及布鲁克林的八大道。很多华人会把单家庭或者是2家庭的房子改造成多个小套房出租，虽然每个套房的面积都比较小，租金也相对的便宜，很受新移民的欢迎。因为这些新移民基本上都愿意住在华人的聚居区。不过这里有一个小的提醒，改造这种多家庭的房产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获得政府的批准，否则你在卖房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麻烦。虽然 house 的租金的回报率是高于公寓，但也有一些挑战，比如说 house 没有物业公司，那么你就是需要自己来处理房屋的维修和管理的问题，而且房子的租客来源相对也会比较复杂一些，可能会遇到一些租客的纠纷。因此，在投资 house 之前，你就得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准备好来承担这些责任。如果你是希望做一个轻松的甩手房东，
那么投资公寓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那我们来聊聊怎样挑选投资型的公寓，就是选择租客数字比较高的社区。大家都知道，作为房东啊，最怕的就是遇到一些不好的租客，尤其是那些不按时交房租、破坏房屋的租霸。所以要选择一个素质高的租客群体是至关重要的。一般来说，教育水平高、信用分数好的人群，租约的履行情况就会更加的稳定，违约的几率也会更小。在纽约比较理想的租客，年收入一般都是租金的40倍，信用分最好是在720分以上。很多人会问，去哪里找到这么好的租客呢？其实最靠谱的方法就是通过有经验的地产经纪人，他们常年活跃在市场上，接触过很多的租客，有非常敏锐的判断力，再加上比较严格的公寓审核流程，基本上就能够保证找到比较优质的租客。接下来就是要考虑租金的收益，租金的多少，寻找那些租金普遍比较高的社区。有些区域它的租金显著是高于其他的区域，尤其是那些高收入人群聚集的地方。打一个比方，现在曼哈顿的 Hudson Square 这个社区，最近几年它就是因为迪士尼和谷歌公司的入驻，就吸引了大量的科技和金融行业的高收入人群入驻到这个区域，所以租金的水平也就水涨船高。比如说这个区域的77 Charlton 这个公寓，其中有一套750平方尺的一卧公寓，租金就高达每个月$8000，比同类的公寓要贵出了$1000多，投资的回报也超过了5%，也就是说超过了纽约平均的租金的回报率。然后就是要记住，尽量要选择物业费和房产税比较低的公寓。公寓的物业费大部分是用来支付大楼员工的工资。我见过一些豪华的公寓，光是在前台就有3、4名的员工，有的接收包裹，有的是在门口负责开门，有的还在电梯里给住户开电梯。如果你是投资的目的，你就要尽量避开这类型的公寓，可以选择一些物业费不是很高的公寓。最近几年在纽约出现了一些公寓，他们采用了虚拟的门卫 （Virtual Doorman） 这样的技术，这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的成本。此外，也要尽量避免去买那些有游泳池的公寓，实际的使用率不是很高，但是维持的成本却比较高。而对于降低房地产税也有方法的。在纽约，房地产税是根据房屋的面积来计算的，面积越大，房产税也就越高。所以尽量要选择小而精的公寓，户型方正紧凑，没有浪费的空间。还要注意地税减免政策，有一些公寓提供了长达20年的地税减免，这样也会大大的降低了你的地税支出。在地税减免的期间，房产税是普通公寓的1/10。打一个比方，一套1000尺的公寓，房产税一般是每一个月$1500左右。有地税减免的公寓，每一个月的地税仅仅不到$150，甚至只有2位数。目前纽约的市场上还有地税减免的楼盘，基本上都有15年到20年的地税的减免。但是最近几年，纽约市政府已经取消了地税减免的优惠，所以减税的楼盘可以说是买少见少了。在纽约有一类的公寓叫做 Land Lease Condo，
这一类的楼盘是开发商向政府或者私人租地而建的，这就意味着除了房屋本身的维持费用以外，还多出了一个额外的费用，就是地租的费用。因此，遇到这个 land lease building 呢，一定要仔细的阅读这个租赁的条款，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规定，是不是会对未来产生一些隐患。但是这一类的公寓一般来说售价都会比较优惠，你买对了可能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总的来说，购买投资型的房产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力和经验来做决定，合理规划，避免风险，找一个有经验、城市靠谱的地产经纪人来协助您，这样您的投资才会更加的稳健。我们始终坚持稳定现金流比增值股市更有价值，结构稳健，理性判断比热度更重要。专业应援、长期主义是穿越周期的唯一方式。我们倡导的理念：现金流为王，稳健为本。我们不讲套路，不讲技巧，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。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。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。如果您想深入了解美国地产的底层逻辑，欢迎点赞和订阅。